这有人说啊，相亲就像货比三家，这话也没毛病。但有的人是比较来比较去啊，最后不是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而是选了一家最贵的，还自己买不起。今天有一个姑娘在我办公室里哭嘛啊，说自己后悔了，哎呀，直接是给我整抑郁了。这姑娘是95年的，今年28岁，普通本科，国企工作。哎，长得确实漂亮，绝对有8分以上。她一开始来找对象的时候啊，要求总结就是想找一个差不多条件的。那毕竟马上30了嘛，表示啊自己也不想挑了，我就给她介绍了一位93年的，今年30岁，是985硕士，在上市公司上班，这有车有房，年薪是在25万左右。第一次见面，两人感觉都不错，相处了有1个多月啊，见了有3、4次。男士呢就跟她表白了，说自己挺喜欢她的。哎，人这姑娘呢绝对不慢热啊，也不钓鱼，说回去考虑2天。好了，第3天，她给男士说呀，哎呀，不好意思，我是慎重的考虑一下啊，觉得我们俩不合适。哎呀，你说这给男士给整懵了啊，谈了1个多月了啊，手都牵了，还让抱了，怎么就不合适了？那我作为中间人呢，我就去问这姑娘原因啊。人这姑娘给的理由就是感觉男士啊还不够优秀，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哎呀，我一听啊，是真的给我愣住了啊。咋不优秀了？人有车有房，还是全款，年收入20多万，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那配你学历他也相配吧，这条件是可以了吧？哎，这姑娘就支吾了一下啊，就跟我说，哎呀，就是觉得男士个子有点矮，才175，还有点胖，170多斤，这要是能瘦下20斤啊，那就完美了。另外啊，年薪要是30、40万就满足他要求的优秀了。真的，兄弟们，听完我就给整抑郁了啊！男士这条件在相亲市场上他分分钟就脱单了。你想当县长夫人，你得跟着他从基层干起吧，最少有个10年8年啊！哪有捡县城的馅饼吃得好，人家当县长了，你给看上了。他说自己也不是非要去找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啊，也不是那种哎呀眼高于顶的女人，想找符合他标准的那种男人。我问他，我说符合你标准的这种男人哈，人家一定也挑的，那你有什么？他说我是有资本的，我长得很漂亮。你看，你把相亲当生意，你出美貌，他出优秀的条件，那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啊，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的关键，就是你的美貌会消失的，他的优秀一定会随着时间逐年递增的，而你不可能1年比1年要漂亮吧？最后他反正就是我强烈要求换人的，换更优秀一点的。后面真的给他介绍了不少啊，有位国企的管理人，个子挺高，赚的挺多，他觉得男方父母工作不好，介绍个家庭条件好的，他觉得男士啊长得不好看。那介绍个长得好看的家境好的，他觉得男士啊这个性格不行。反正挑了一圈没得挑了啊，他就很委屈的问我，哎呀，为啥就没有优秀的男人？最后一拍大腿反应过来，失策了，还是第一位男士条件可以。隔了半年呀，吃回头草，又去找人家了。哎呀，说自己考虑了一圈啊，决定愿意和你在一起。谁知人男士不搭理他呀，把他给拉黑了呀。跟他分手没2天啊，人家就很快脱单了。哎呀，他就听说这男士啊，现在谈的女朋友是99年的本科啊，在事业单位工作，比他是年轻又漂亮，那都给他气得不行啊，哭着跟我说，哎呀，自己真后悔，又错过了1年。当初你们有1万种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你挑3拣4想找更好的，现在好了，黄花菜都凉了。相亲啊，你不要傻乎乎的就是觉得是你在挑别人，当他的优点符合你的要求啊足够的时候，他也具备筛选的资格。如果你想着相亲市场上优秀男人都去哪的时候，能不能先反思一下你在20多岁的时候你去了哪里啊？我知道我怎么选的会后悔。我跟你们讲，今天一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让我见识到了啥叫做梦天花板。她先是问我，老师，我为什么一直嫁不出去呢？我问她，你是不是择偶要求太高了？她说我要求一点都不高啊，市中心有车有房，年收入20万，工作稳定，哎，阳光帅气温柔体贴就可以。我掐指一算呢，姑娘，你这命中缺男人啊！你带上身份证去12306订票，去四川一个叫乐山的地方。哎呀，你拜拜大佛，你让他起来，你去做呀。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知道自己的年龄啊有点大，既然男人不愿意娶她，哎呀，那她就不要车房彩礼，诚心招上门女婿，愿意提供车和房啊，外加彩礼，符合要求的择优录取。这话一出，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吃惊的啊。一般能提出上门女婿都是有实力的呀。我问他，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说说你招上门女婿的要求，我这边粉丝也可以啊，线下有资源，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他说自己今年32岁啊，老家是有车有房，年收入15万，本科学历，父母在国企退休，独生女。要求男方啊，身高175以上，外貌没有明显的短板，年收入50万以上啊，没听错。这出生的孩子啊，男方要跟女方姓，毕竟人家招上门女婿嘛。女孩呢可以给男方姓。哎呀，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我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啊！你这牌打的啊，4个3啊，
要炸我两狼啊！姐姐，你这是招上门女婿啊？他说对啊，我给男方彩礼也不用男方买车买房啊，这不就是招上门女婿吗？还有姐妹儿，你是市中心全馆车房吗？他说不是。你给多少彩礼？他说手上目前存款10万，愿意全部都给出啊，但是希望男方能够把这个钱带回来，家庭使用。哎呀，听完我跟王爸当时那一瞬间就感觉特别无奈啊，我真的是头回啊听上门女婿这样式的。你知道这种上门女婿是啥样的吧？上一个找我招上门女婿的姑娘，人父母是在温州做生意的，哎呀，年收入多少我就不说了，但人家招女婿的条件啊，一套全馆市中心的房子直接落男方的名下，一辆这个宝马5系代步车给男方家里补贴30万，女方全包婚礼所有开销，吃喝拉撒睡啊，衣食住行女方全管，这才叫上门女婿。好家伙，你这要求啊，你找人大富人估计都不愿意给你让座的。这姑娘听完说，哎呀，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以后会对这个男方好，虽然上门，但依然会尊重他。我一听啊，婚后工资给男方不？他说不给。婚后谁养家？这姑娘来了句啊，那肯定是男方养啊。大妹子，我真的是让你给整无语了啊。公司招聘人还得写个高薪诚聘呢，给人说好福利待遇，你一个个体工商户去挖人年薪50万的企业高管，给的条件是月薪3000包吃住，那谁跟你玩啊？付费当上门女婿啊，哎，让人笑掉大牙，大白天这不做梦吗？这条件男人图你是1亩3分地儿，还是图你管吃管住10万彩礼啊？孩子还得随你姓，人还得随你父母生活。哎呀，估计这年薪50万都得让你管着，周扒皮见了你们家都得高呼一声牛逼啊！资本家看了你都得流泪啊，还是你会整活呀？我问他啊，有个男士32岁，单亲家庭，母亲打零工，无房无车，普通本科毕业，年薪在8万左右，家里这条件确实也买不起房子，帮不上儿子吗？这男方愿意上门是真心入赘。这姑娘一听啊，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直蹦高啊！这条件让我去嫁我都不去。我听了我也蹦高啊，那你就继续单着嘛，别老自己白日做梦。反正跟他唠嗑就跟那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这姑娘的择偶要求是一降再降，最后要求啊，男方175以上，本科学历，一线城市生活，年收入20万以上，父母城市户口，有退休，82年到90年的未婚帅气男士。哎，请符合要求者积极联系我报名，给报销来回的大巴费用。这姑娘啊，不给出机票，太贵啊，大家请自理。一定要看清楚啊，是这个姑娘招女婿啊，人家那个温州厂长女婿找到了啊，请不要报错名。哎，最后再说一遍啊，你要想找对象，你先去市场摸摸自己底牌多少。相亲这个圈子，大家都是名牌打扑克，你拿个对3当王炸，那丢人的还是你自己啊，你得有硬牌。老实话当放屁，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今天我是开眼了，我来让你们见见什么是高级绿茶。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哔哩哔哩一通讲。这姑娘呢是28岁做销售的，她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27岁，在事业单位上班啊，两人呢一直都是单身。这上个月呢，她朋友啊去相亲，认识了一位男士，31岁，身高在180左右，长得很帅啊，开公司，有车有房，条件不错嘛。认识了有半个月，两个人就很快确认关系，相处的也很融洽。这上周啊，人小两口啊就约这个姑娘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嘛。就这样呢，到了约定的地方，这姑娘一看见那闺蜜的相亲对象啊，就直接给惊艳掉了。长得又高又帅呢，衣品还很好，说话彬彬有礼，特别有好感。她就赶紧坐下呀，比自己相亲都紧张。吃饭期间呢，这男士对她也是照顾有加啊，也比较周全。她就发现自己跟闺蜜的男朋友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啊喜欢追剧、动漫，还有健身、游泳等等。她跟我形容说呀，这闺蜜的男朋友人很好，很有教养，穿的衣服呀，这个也很有品味，很高级，也很幽默。总之呢，这次相处啊就很愉快，很难忘。结束之后呢，她主动加了闺蜜男朋友的微信。回家之后她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啊，想着闺蜜男朋友，她就给这个男士发信息啊，人男士没回她嘛。第二天她又主动发信息，说自己啊遇到了一点事情很难过啊，希望对方能够帮帮自己。这事儿啊闺蜜不能知道，所以要帮她保密。于是呀，就从此开始啊，两人的话题是越聊越多呀，而且经常穿睡衣啊去打视频聊天。反正这些事儿都她告诉我的啊。听她描述这些啊，我都惊呆了。后面的套路就是不是今天头疼就是明天定疼。那闺蜜的男朋友啊也是很体贴啊，多次看望病号啊。她在人男朋友面前啊，那是哭的是梨花带雨啊，甚是可怜，也特别的委屈。她跟我讲这些细节的时候，我问她，我说这些事儿不应该藏着掖着点吗？她说那有什么，无所谓，
说男人就喜欢吃这一套，哎呀，说出来也不值得什么。哎呀，刚过去这个周末呀，他们俩私下里又见了一面，又是去游乐场，又是看电影。她说呢，还没有明确关系，但是已经现在很暧昧了，只是碍于这个闺蜜的情分在，所以没有直接说破。哎呦，我的天呐，真的，我都以为她找我是来忏悔来的，觉得对不起闺蜜，结果呢是想让他们分手，她上位。听得我那是火冒三丈去怼她，你这种人真的是贱啊！你这不是知三当三吗？她说闺蜜身高1.6米多点还胖，长得一般，那自己身高170，体重110，身材好，长得也好，男人都喜欢呀，他们俩才是良配。说什么他们没结婚呢，我有权利追啊！真的，有些人呢那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我看你是82年的龙井老绿茶了吧？头一次把知三当三挖墙脚说的是这么的清新脱俗啊，像没有见过男人一样，真的是自以为是的，没有半点优点人品败坏，道德低下。你只觉得长得帅就应该配美的，但是你忽略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感情。你只知道用颜值去评判一个人，开口闭口都是踩别人来捧自己，显然不懂什么叫人品，从小爹妈这没教育好，只觉得有好就要去抢，哪怕是别人的，从没有想过在道德层面上合不合情理。用我这边的词叫做下贱。那个男人一样也不是东西。我一直都以为电视剧里那些女主被坏人欺负那最终反抗暴打全世界赢得美男归的狗血剧情剧都是有意夸张的，里面的反派都是刻意降低智商又蠢又坏来反衬女主的纯洁无瑕的。如今看来哎呀，是我见识浅薄，艺术真的是来源于生活，现实更加离谱。哎呀，本人一向安分守己积德行善，为什么今天让我这么遇到个这个恶心玩意儿呢？